古问在家如何修？大师言：善知识，若欲修行，在家易得，不由在世。在世不修，如西方心恶之人；在家若修行，如东方人修善。但愿自家清净，即是西方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我要多少钱，我才会过得好？我要什么条件，我才可以跟这个人一起过下去？要有车有房。有很多，我们觉得我们会过得好，是有条件的。你如果活在恐惧的时候，那就是你溺水的时候什么都抓。跟我吵架的那个老师，他有一个很好的体验，他曾经在河流中进入漩涡，然后说：“好吧，上帝，如果我死了就算了。”所以他一松不挣扎，到了漩涡的底部就浮起来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。如果他还在恐惧中继续挣扎，那肯定溺死。就是很多人的存在处境就是这样子。我必须什么条件嫁到什么样的老公，我必须出生在什么样的家，我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，很多，所有的条件背后的根源都是恐惧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快乐，因为我没有什么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富足，我没有办法丰盛，因为我没有什么。你可以列举，这个就是有钱的和尚去拜观音，他准备了1年，穷和尚已经拜完观音回来了，他还在准备路上的盘缠需要的物件。此君问和尚在家如何修，愿为子受。大师言：善知识，慧能与道属作无相颂尽颂曲，依此修行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。之前讲，你有六祖坛经的传承，依六祖坛经而修行，六祖承诺他的法身就在你身边。什么叫邪？教你偏离你的人生生命的道，都叫邪。去养古曼童的，去用血养阴灵的，为了求财的，为了求权的，去跟妖，去跟撒旦做交换的，都叫邪。你没有走向我们天然所学的自学之路的，也都叫邪。讲白了，就是不管是妖啊或魔啊，它是老天爷在地球游戏场设下的关卡，大陆叫关卡。这个关卡你就困在地球游戏场上，继续来帮他维持关卡的魔网。我们不是要打怪吗？我们不是要打魔网吗？你这叫邪。你不是来这边体验游戏了，你已经变成关卡的 NPC 了，这叫邪。本来没有什么顿法剑法，我们说过我们是片刻的存在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而这个片刻的存在，你唯一要做就进入感动，完成感动。你以前所有的条件，过去可能是你的优点、长处，对你有利的地方，但这一刻不一定。我们世间认为的聪明跟笨，那是我们用所谓的条件、优点来看这个人而做有的判断。啊，这个人好笨哦。六祖坛经也讲，下人有上智。简单的说，我们都是这个本源的幻化啊，只是他幻化的条件在现实社会里面，社会认为他是笨。每个人都是天子。什么叫天子？也都是天才。因为上天把某一个没有开花结果的种子种在每一个独特的人的身上，叫天子。等到你可以把它展现出来，透过自学的时候，你就是天才。我看自己身上所有的条件的时候，第一个，除了你要意识到你不是你的条件以外，你要意识到你身上的所有条件，不管你的身高、体重、姓名、外表等等各个条件，它是没有被任何讨厌的需要的。我以前小时候都有那个福气的人耳垂都很大，我那个国小天天就拉自己的耳朵，这样才符合那个面相。天天照镜子在那边拉，到现在知道那是个很无谓的动作。你看我们的佛像啊，那个我们释迦牟尼佛美男子那个身材啊，打坐啊，他有32相啊，佛有32相，转轮圣王也有32相，就是世间第一美男子的意思啦。什么眼睛、眉毛、体格，什么32相嘛，32相好嘛，转轮圣王也有。你看我们六祖慧能大师葛僚，身体矮的，你如果知道那个我们六祖慧能大师的身高，你去越南跟海南岛看，他差不多就是那个身高。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，走路啊，那个过马路嘛，那下面的人都低一个头啊，因为深圳也有很多南方跟海南来的人。你去海南岛啊，真的就低一个头啊。
六祖就是长那样。那你再去看他的那个金身，那个五官啊，你要将他美男子，我觉得你是个会说谎的人。但你看我们六祖，对我们整个中国跟整个佛教，他是划时代的呢。那所有的僧人，唯一我们中国肯定他留下的法本是经的，就是六祖坛经。你说他条件不差吗？差到不行啊！32项可能连2项都没有，剩2项。不过六祖都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好讨厌自己的啊？他非我不罪，人家的错，你怪人家干嘛？他家的事啊！我常常讲，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嘛？我非自有罪，我非是什么？别人使你生气，但你可以决定你生气的时间有多长。我非自有罪嘛，但自去非心，打破烦恼罪。所以，我们很多的困扰来自于什么？比较，怪别人，怪社会，怪你的爸爸妈妈，最常见的，怪我们家没有钱啊，什么什么，所以我现在变成这样。跟你一样条件的有人，像欧阳修，对吧？像范仲淹，他们举成千上万人可以当你的反例啊，条件都跟你一样，甚至比你差，你还有什么好怪的？我大学毕业后，我爸妈有一天带我把他们欠给人家最后的10万块欠还给那个债主。当然以前10万跟那时候10万差很多，贬值很多了啊。但我爸妈跟我身教的一件事情啊，这早班那个债主，这早班我早都我放在心内啊，你不要紧啊，你免还啊，怎啦？啊，我爸妈说一定要还，他就说啊，我外口吼，人欠我300-400万，干那恁兜会来还啊，拢无人来还啊。他讲一句啊，你安尼吼，骗因子孙啊，恁囝有那再当了，恁囝以后就好起来。我收下来了，谢谢他。什么叫诚信？一个诚信的社会，契约是白纸黑字，把权利义务定得清清楚楚。说及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一，什么是一？自泯的本性，一体感动的真心，自然的周期。一而呈现的这3个面向，这3个面向都无起的浩瀚，也就是我们《金刚经》在讲的色空不二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西方极乐世界不在远方，不是你一辈子要念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，某一天才去。西方极乐世界即在此时见西方。这一刻，一体的感动中，愿意进入即见西方。